今天的题目是体检报告里面有哪些关键的指标最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的健康状态。当我在讲健康状态的时候，指的是我们的代谢健康，是指我们食物吃到身体里面去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如何处理食物带来的热量。那么因为食物的热量来源不一样，那我们身体处理它们的方式就不一样，然后呢，我们的代谢健康发展的方向会不一样。一般我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光看着食物，我们没有专业的知识，我根本就无从判断的。拿到化验报告的时候，你还是无从判断。我自己虽然没有受过医学的训练，但是我自己受过很多营养的训练。我们学营养的人学的就是代谢健康啊。平时我们有同学有粉丝来跟我咨询他们代谢健康问题的时候，我通常会需要看几个数字。我最常需要看的包括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我要看看糖化血红蛋白，我要看看甘油三酯，我要看一看高密度胆固醇。大概我看这几个数字呢，绝大多数人代谢健康的情况呢，我大概可以有一个掌握了，除非很特殊的案例。那我跟各位拆开来解释，让你们也有机会学习如何判断自己的代谢健康。在看刚刚我提到的这几个数据里面，我先看空腹胰岛素跟空腹血糖的关系。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偏低，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空腹血糖是 5.5 是很正常的， 5.3 也很正常的。空腹血糖如果偏高一点，到了 5.7 5.8比较不正常，但是我们不能够光凭这个空腹血糖去做任何结论的。当你的空腹血糖离开了中间范围了，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到了4点几了，或者你的空腹血糖超过 5.5 了，这个时候我看的第二样东西就是你的空腹胰岛素了。空腹胰岛素这个数值本身稳定性不是很好，但是它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如果说你的血糖在某一个位置上，这个某一个位置是一个正常胰岛素导致的这个血糖，就是你的胰岛素并没有明显的上升呢，因为本来我们血糖就是有波动的，多一点点少一点点，这背后去看它的胰岛素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比较合理的地方，我比较不会怀疑你有胰岛素抵抗的。可是如果说你的空腹血糖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可是你的空腹胰岛素呢比一般人都要稍微高一点。什么叫做比一般人稍微高一点呢？大多数的人空腹胰岛素超过8的人都不太多了，大概4到7是比较多的正常健康的空腹胰岛素啊。所以如果说你的空腹胰岛素在8以上，你的空腹血糖正常的话，你是不是胰岛素抵抗，我这个时候不能100%的确定，只能说大概。那么我会去寻找其他的佐证，我会去看看你的空腹 C 肽是多少。空腹 C 肽跟空腹胰岛素从专家的角度来讲，这两个数值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可是我想要同时看这两个数值，其实我是有不同的见解的。先理解一下胰岛素跟 C 肽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胰腺在制造胰岛素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的。在制造出胰岛素这个产品之前，它叫做前胰岛素，就是胰岛素之前了，差一个步骤了。实际上前胰岛素是2样东西组合在一起的，你就可以看是左手跟右手2片东西拼在一起的，叫做前胰岛素。在我们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会把前胰岛素切开，变成2样东西。切开2样东西以后，其中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测出来的胰岛素，另外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测出来的 C 肽了。所以往往这2个东西意味着是同一个含义，胰岛素高，你的 C 肽也会高，因为它2个1比1一起出来的嘛。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区分胰岛素跟 C 肽的区别呢？胰岛素的数值稳定性不好，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它变化比较大，所以胰岛素的参考价值相对来说比较低。C 肽的稳定性比较好，所以相对来说 C 肽的参考价值比较高。大家可能会问说，那这样子为什么不单独看 C 肽就好了，不要看胰岛素了？因为我们身体排除胰岛素和排除 C 肽的途径不大一样，排除的速度也不大一样，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胰岛素跟 C 肽一起看，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做参考。好了，当你的空腹胰岛素在8呀、8点几啊，似乎高又似乎不太高，如果这个时候你空腹血糖已经到了6了，那就坐实了你胰岛素抵抗了。因为空腹胰岛素在8呀、9的人真的很少，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空腹血糖高了，这是胰岛素抵抗的证据了。如果一次你说不敢100%的确定，那你明天再检查一次，基本上你就可以确定胰岛素抵抗的存在了。有的人呢，空腹血糖很低的，只有 4.3 的，可是他的空腹胰岛素到了10几，到了20几啊，那这种他其实胰岛素抵抗很严重，可是表面上你去看空腹血糖很正常啊，所以这个都是隐形的。所以如果你只看血糖的话，你不容易看出来你真正代谢健康的问题啊。当我看完了胰岛素跟血糖的关系以后，如果我疑问比较大的话，我就会去参考糖化血红蛋白，我会参考甘油三酯，我会去参考高密度脂蛋白。
记住啊，我们在讨论代谢健康，不是在讨论糖尿病的诊断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诊断，都不是，我们仅仅是在判断代谢健康与否。如果说你的胰岛素跟血糖引起我的疑虑了，我会进一步的先去看一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接近比较高的位置了，那更加的确定了你的胰岛素抵抗，甚至于有可能胰岛素抵抗已经很严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叫做糖前期了，你真正需要很认真的出来面对了。如果这几个数字都比较模糊，都在一个可能是可能不是的地方的话，我的下一个参考的东西呢，就是甘油三酯跟高密度胆固醇了。甘油三酯体现出来了我们肝脏转换出来的脂肪啊，并不是我们食物里面吃进去的脂肪，是我们肝脏细胞放进极低密度脂蛋白里面的脂肪，所以它其实是跟我们的代谢健康有关的。如果我们的甘油三酯偏高，往往这意味着我们的代谢健康情况不太好。那如果配合高密度胆固醇去看，高密度胆固醇又低，这就坐实了，因为高密度胆固醇越低是越不健康的。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代谢特征 A 型的同学的数据是最难判断的，因为代谢特征 A 型的就是那些长不胖的同学，怎么吃都胖不了。但是呢，第二个你身上也长不出肌肉来，因为你的胰岛素低。所以如果你是永远长不胖的，始终都长不胖的，你们可以去检查你的空腹胰岛素跟空腹 C 肽，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空腹胰岛素低于平常人蛮多的。如果你的空腹胰岛素很低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甘油三酯也很低，因为胰岛素越低的人身体越要燃烧脂肪。如果你看到你的空腹胰岛素特别的低，以上所说的参考方向是不一样的，提醒你们注意，谢谢大家。